他是功夫电影的巨星，也是现代综合格斗的先驱。他用锤头打破东西方的隔阂，更用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这样一个伟大的先驱，却在32岁意外辞世。有人说他是使用了禁忌之术，练武猝死；也有人说他是被嘉禾影业周文怀和女演员丁佩下药致死。更因为他死在了丁佩的床上，让李小龙的死因蒙上了一层桃色面纱。真相究竟如何？大家好，我是林某，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传奇武术家李小龙的一生。1940年，李小龙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李小龙原名李正方，彼时旧金山叫做三藩市，李小龙的父亲便起了这样一个名字。1971年，唐山大兄的导演罗维建议他取一个更有特色的名字，因为他是庚辰年辰时出生的，庚辰年是龙年，辰时又是龙时，又因为李小龙的乳名叫细凤，于是最终便起名叫小龙。他的父亲李海泉是粤剧4大名丑之一，从小便将他带入演艺圈。3个月大的李小龙就在电影《金门女》中闪耀亮相。1941年，他随父母从美国回到香港发展，参演了20多部电影。就在这段时间，他爱上了恰恰舞，还拿下了香港恰恰舞冠军。彼时正逢国内战争，许多难民为了生存，纷纷逃入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社会极其动荡。此时少年时期的李小龙桀骜不驯，成绩极差，因打架被学校开除，却由此开启了他的武术之路。13岁那年，李小龙在街头与人斗殴时，被对手用一招咏春的日字冲打败。此后便一心想拜入咏春大师叶问门下，尽管叶问最初认为他体态不佳，扁平足，甚至断言他脚后跟不沾地是短命之相，不愿收他为徒。但李小龙为了证明了自己，他每天练习超过8小时，不停地扎马步、下蹲、吊腿，最后不仅正常下蹲，甚至还能单腿下蹲。他的勤奋感动了叶问，但是叶问也告诫他，凡事不可太勉强，切忌逆天而行。李小龙最终不仅精通咏春，还融红传、白鹤传、功力传、弹腿、少林传、截传、太极传等多家之长。这时的他正值少年，觉得自己是无敌的，结果一时骄傲过了头，在街头斗殴中打伤了黑帮三合会老大的儿子，遭到了黑帮追杀，他被迫远赴美国避难。1959年，李小龙来到美国，考入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辅修哲学和心理学。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琳达。正是这段学习经历，让他将哲学思考融入武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武学理念。1962年，他在学校停车场创办正方武术馆，开始教授西方人中国功夫，并尝试打破门派界限，自创流派截传道，以东方的咏春为本，结合西方格斗技术。李小龙创造的截拳道是一种简单、直接、实用的武术。他说，截拳道没有固定招式，就像水一样流动。这种思想不仅颠覆了传统武术，更成为现代综合格斗的基石。Well, Kung Fu, the best example would be a glass of water. Why? Because water is the softest substance in the world, but yet it can penetrate the hardest rock. Water also is insubstantial. By that I mean you cannot grasp hold of it. You cannot punch it and hurt it. So every Kung Fu man is trying to do that, to be soft like water and flexible and adapt itself to the opponent. 1966年，李小龙出演《青蜂侠》，饰演配角加藤。电影虽未走红，却为他打开了好莱坞的大门。1970年代，李小龙收到了一众华人的战书，他们不满李小龙传授武术给外国人，派出黄泽民与他一战，结果3分钟李小龙就打赢了对方，李小龙却对此很不满意。However, it upset Bruce mightily that he had not dispatched that man in under 3 minutes. And that's when he began to question his physical fitness and his way of martial. 后来，
李小龙又遭到暗杀，原因不外乎人是不满他在外国传授武术，李小龙不得不回到香港发展。同年，嘉禾影业成立，这家影视公司主打拍摄香港武侠片。在这里，李小龙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门》等经典电影，用长镜头和真实打斗重新定义了功夫片。龙争虎斗更让他风靡全球，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猝然离世于香港女星丁佩家中，年仅32岁。香港法庭最终裁定其死因为脑水肿，是对止痛药中阿司匹林成分的过敏反应所致，但这一结论始终笼罩着疑人。医学专家指出，他长期极端化的肌肉训练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损伤，而尸检报告显示脑部肿胀，更引发诸多猜测。压力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去世前1年，他先后经历脑卒入院，片场分绝，同时承受着电影公司、媒体与武术界的多重夹击。直至今日，关于药物反应、过度训练、暗伤复发，甚至谋杀论的争论仍未平息。但无可争论的是，这位用550天拍摄4部半电影就改写影史的武者，以1.7米高的身躯迸发的能量，仍在持续影响全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舞蹈变革先驱者。李小龙的传奇不仅在于武术，更在于他的哲学思想。他常说：“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水无形，却可穿透万物。”这种哲学思想让他超越了武者的身份，成为一位精神导师。李小龙用短暂的一生改变了世界对武术的认知。他曾经让老外们以为每一个亚洲人都会功夫。那个时代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叫“千万不要尝试和亚洲人打架”。他不仅是个武者、演员，更是一位思想家。正如他所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真诚地表达自己。如果你也被李小龙的故事打动，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